带走我的行囊，把它藏在行囊。这里是贵州的镇远古城，凡是到过镇远古城的游客，几乎都会对它赞不绝口。这里山河秀丽，民俗淳朴浓郁，人文内涵丰富厚重。这里被誉为世界10大最佳旅游胜地，中国最美10大古城。今天开始镇远古城的深度之旅。镇远古城交通非常方便，火车、汽车都可以到达。我是从建江坐客运车到达的镇远古城，提前订好了客栈。这家客栈的位置非常好，而且很有特色。据说以前这个位置是镇远镖局。看一看我的房间，因为是端午节之前订的，所以价格非常的实惠，只有100出头，还给我升级了房间。看看房间阳台外的风景，这天气太棒了，这就是青龙洞。房间正对着这里最著名的建筑青龙洞和祝圣桥。房间很舒服，本想第一天就在房间休息的，不过看到这里难得的好天气，又想抓紧时间出去玩了。真的好啊，天儿！爬山去。民宿旁边就是石屏山，古城里是有公交车的，非常方便。前面的山就是石屏山，山上可以看到整个镇远古城。大象，公园门口一个大象的雕塑。趁着天气好，准备爬山看一看古城全貌。以前爬过这个石屏山，半个小时就上去了。路上看见一只小猫，别跑，别跑！等会儿，等会儿我。追了几步小猫，累得气喘吁吁的。感觉还挺累的，已经隐隐约约可以看到古城的全貌了。继续往上爬，现在是大晴天，爬起来还有点热，感觉早上来更好一点，也许还能看到云雾缭绕的景色。到了山上的观景亭，就是在古镇街上抬头看到山上的亭子。明显感觉比上次爬这个石屏山觉得累了一些。下面就是镇远古城。中间的河叫五羊河，河水蜿蜒，向 S 形穿城而过。从空中看，很像一个太极图。两岸有很多的传统民居。继续往上走，还有一段古城墙。这段路看着有点陡峭，其实很容易走。这个石屏山的海拔是600多米，看上去还是比较雄伟险峻的。尤其是从古城往上看，这个山像一个大屏风矗立在山中，所以被称为石屏山。这个城墙建于明朝，这里被称为江南的塞外长城，人称苗疆长城。这个城墙的长度是2公里，高大概5米。我现在走在城墙之上，这个位置是城墙的一端，
往后一直延伸2公里。这里也算是一个登高处，最高点可以往下看一看。本来想爬上城墙拍个照，有点恐高了。记得2年前我在这里很轻松地上去照了相，还找到了当时的视频。看一看整个镇远古城的全貌，中间的小亭子就是刚刚爬过的观景亭。以前这里还可以等到天黑看夜景，现在5点半就要关门了。既然晚上封山，就下山。回头看看，就是刚才登上的观景亭。回民宿吃过晚饭，休息了一会儿，准备去这里的新大桥看日落。古城面积虽然不小，但是核心的景区就在新大桥和祝圣桥之间这一段。这个就是新大桥，和我住的祝圣桥2座桥之间大概有800米左右。走上桥，这是桥上看到的风景。在新大桥往这个方向看，可以看到日落的方向。不过感觉来晚了，太阳落山了，但可以看到晚霞和两岸灯光慢慢亮起的瞬间。镇远古城的夜色是非常美的，每天这里都有不少人在这里看日落，看灯光泛起。来镇远古城的人都很喜欢这里的夜晚，被这里的夜色迷倒。这个就是祝圣桥，非常上镜的优美的一座古桥。这座桥建于明代，也经过多次维修。沿着河两岸看一看古城的夜色。祝圣桥变换着不同的灯光，后面就是石屏山，山上星光点点，山顶观景台。我就住在旁边的民居里。祝圣桥这边不但景色美，交通也非常方便，去石屏山、青龙洞最近，而且有公交车。我到镇远古城的第1天，这里河面的水还不满，第2天就开始蓄水了。看古城的夜色，尤其是拍照，一定要天刚刚黑的时候过来。很多人会把镇远古城和凤凰古镇及其他古镇做比较，可以说镇远古城还是有自己独特魅力的。如果把国内的古镇排个名，我一致认为镇远古城应该能排在前5吧。河两岸遍布餐厅和酒吧。镇远古城是不需要门票的5A 景区，而且这里住宿相对便宜，交通又特别便利，所以受到了越来越多游客的喜爱。欣赏一下两岸的夜色，多美！一道亮光曾划过，留住青春片刻。离别含早些花，这是新大桥，大概有70、80年的历史吧。我灿烂的飞过，或孤独的跌落，都有你，像一片爱让大桥脚下有很多的美食餐厅。我曾经彷徨疑惑，不想变
新大桥的另一端走一走。我想要成为你，却怕失去自己，你懂得，我是由我自己雕刻。这边有很多的酒吧，这边有一个非常高大的阁楼，远远的就可以看到，非常的醒目，所以特意走过来看一看。镇江阁，夜晚的镇远古镇随便拍照都是一幅非常美的画面。据说看镇远古城夜景最好的方式是坐船游览，不过第一天到的当晚游船还没有开放，如果开放就体验一下。现在走回了客站，抬头看石屏山上点点星光。昨天很多人问我客栈的名字，大河关驿站。这个客栈比较古色古香，但它并不是木质结构，所以住起来还是非常安静舒服的。美中不足的是没有洗衣机洗衣服。镇远古城的住宿我觉得不贵，非假日期间几十100多的很多。我这间属于比较精品的民宿了，确实是关境最好的位置了。明天准备去没有去过的地方，镇远的五羊河。